人强暴了，我被他强暴了。难道说那个孩子也是闵大成的？老爷，老爷不是这样的，老爷，老爷，你好好想想，老爷，那个孩子在小产的时候不足4个月，那是老爷和我在广州怀上的呀，老爷，老爷，我从来不信名分，我在你身边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侍奉你，老爷，我怀上婉婷，你怕夫人知道，把孩子寄养在广州上好。我们只有去广州出差的时候，我才能跟我的骨肉相见啊！老爷，我从来不让您为难，也从来不抱怨过。在广州的时候，我每分每秒恨不得跟你寸步不离，我上哪儿跟男人有染呢？那你怎么解释闵大成会供奉你的孩子？想必是你们有肌肤之亲吧？去广州之前，你曾经回了一趟老家。难道说，就是那个时候你去偷了野男人？啊，不是，不是，老爷，不是这样的。那闵大成为什么会以为你怀的是他的孩子呢？哦，因为当时闵大成已经是罗督军的副官，所以你在给自己留后路。他怕爸爸您不要他了，他也能是个军官太太。强暴过？我觉得好丢人，老爷。我觉得对不起你，所以我不敢告诉你，老爷。可是我没办法呀，罗督军把咱们家远航少爷绑架了。我思来想去，我只能厚着脸皮去求他。然后，接着说。他还想对我有非分之想，我怎么可能，老爷？可是我又不敢得罪他，我只能假借我怀的孩子是他的，让他念在这份情分上帮我救远航少爷。可是谁知道呀，我可怜的远航少爷，我还是救晚了他呀。他撒谎，他要是真想救我哥，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知道，你从来没有把我当过你的继母，你恨我，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的母亲。可是，我对老爷是一片真心呐，婉清。冤枉啊！爹，难道你爹在你心里是那种糊涂失察的人吗？求求你原谅妈妈吧，爹！妈妈都是因为我太喜欢光耀哥哥了，她才会做这些。爹，您打我吧，爹，都是我的错。爹，你打我吧，母爹。老爷，把夫人和二小姐送到城来别院，派家丁看管，没有我的允许，不得离开半步。是。爹，老爷，老爷。行了，别发脾气了，帮妈妈一起收拾收拾。妈，我真不知道这破地方有什么好收拾的，烦死了。你呀，有这时间发脾气，不如想想怎么对付他。还不是怪那个穆婉清，这老天爷可真不开眼。早知道让他死在码头上算了。
阿虐啊，记得买一句话：这人呐，在倒霉的时候也要站直了，不能让人看不起。都怪那个谭玄礼，他要是和那个穆婉清没有一腿，他能这么帮他吗？还有那个闵大成，这点事都办不好，他这个狗东西，他怎么不去死了呀？他，妈，你居然因为那个人打我！你就不能积点口德，积点口德！妈不打，妈不打，啊！都怪那个穆婉清，都是因为他，才把我们家搅得天翻地覆。对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咱们还活着，他就得死。真没想到，穆夫人是如此蛇蝎心肠的人。苏少帅跟我说的时候，我还真不敢相信。知人知面，不知心。幸好婉清没事。是啊，小心。报告，徐少帅，楼上房间有水管爆了，怕是房间会漏水，我们给您换一个房间吧。去吧。是。闵大成这边已经脱离了危险，你那边怎么样？爸爸还是顾念情分，只把崔莲凤和穆婉婷送去了城郊别院。那我们就推他一把，帮他下这个决定。好。他怎么样？猜的没错，果然有人想杀他，好在是有惊无险。那依你看，是谁指使的？刺客一死一伤，受伤的那个已经招供了，是崔莲凤指使的。果然是崔莲凤啊！当年他强暴了崔莲凤，害得崔莲凤小产，他以为这个孩子是他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崔莲凤早就恨他，只是在利用他。那孩子不是他的，这时间对不上，那孩子是我爸爸的。我现在啊，倒是有点可怜他了。
昨天晚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看来一夜没睡好啊。哎，你不用这么不愿意见到我。要杀你的是崔莲凤，我还救你一命呢。但是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替崔莲凤卖命，不惜去杀害穆家的千金？崔莲凤小产的那个孩子，真的是穆志远的。你自己看看吧。胎儿不足4月，按时间推算，是穆志远的没错。就为了这么一个流产的胎儿，你就对崔莲凤言听计从，不惜为她背上命案。闵大成，你可真是痴情的种子啊！除非你和崔莲凤之间还有别的秘密。好，我给你看样东西。谭玄林，你耍我？没错，我就是耍你了。你3番2次的想要毁掉这张照片，这孩子应该就是你和崔莲凤真正的秘密吧？我烧掉的不只是这一张照片，这些都是我和一些亲朋好友的合照。我闵大成行走江湖，从来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想连累任何人，烧掉这些所谓的证据也很正常。至于这个孩子，也只不过是我朋友的一个孩子而已。朋友的孩子？闵大成，你当我傻子啊？你供着崔莲凤流产的胎儿，可见你就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那你为什么不娶妻生子呢？像我这样的人，每天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日子，不配有什么老婆孩子。没有这些，我才有真正的安全。好，那就又回到了我刚才的那个问题。你既然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那为什么要替崔莲凤卖命？如果你不交代的话，我就只能冲着这唯一的线索查下去了。我有把柄在崔莲凤的手里。什么把柄10多年前，穆家少爷穆远航不是被罗督军撕票的。那是谁啊？当时崔莲凤谎称有了我的孩子，他让我配合他杀掉穆家的少爷，这样我跟他的孩子就可以顺利上位，继承穆家的财产。我当时也是昏了头了，就听信了他的鬼话，做出了这样恶毒的事情。所以，穆远航是崔莲凤让你杀的。是的。
知道了，去吧。听说闵大成招了。是，他终于承认了，是崔莲凤指使他杀了你哥哥。徐伯君已经答应了重新开庭，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儿。单凭一个流产的孩子，他怎么会对崔莲凤死心塌地的？但这照片上的孩子是谁呀？什么照片？闵大成被抓那天晚上，一直在烧这个照片，幸好谭司反应快，留了100。啊，谭司令的名字啊，婉清，你让谭司令帮你付的款。怎么了？我认得这个镯子，崔莲凤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如果说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崔莲凤的话，那这孩子是……我想起来了，当年我外祖父去世不久，妈妈身体不好，崔莲凤作为陪嫁丫鬟就主动要求去帮着守孝。她刚回去没多久，就是清明节，母亲受了风寒，父亲便一个人去祭扫。也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有了私情。穆婉婷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果然，这个才是他们2个人之间真正的秘密。我们得好好查一下穆婉婷的身世。可是过了这么久，还能找到证据吗？放心，如果真的是谎言，那一定会被揭穿。老爷说，司令部发来通知，闵姓人犯的身上还有和穆家有关的案子。夫人和2小姐目前正在禁足中，不方便出去。老爷会带着大小姐一起前去旁听，若是有了什么结果，自会告知夫人和2小姐。不会的，会没事的，妈，会没事的，不会的，不会的。妈啊，妈，你怎么了？你别担心了，那个闵大成混迹黑道这么多年，肯定也得罪了不少人。再说了，我们家产业这么大，说不定他以前也敲诈过咱们。对，敲诈。嗯，他敲诈。婉婷，婉婷，妈，对不住你。他有妈一件事，无论怎么样，你都要给妈妈好好活着，记住了吗？带人犯。闵大成，我听说你有几桩旧案要交代，我可提醒你，务必要如实交代，不可诬陷无辜，
否则将罪加一等。我闵大成这一辈子上过战场，混过黑道，这手上沾的血已经无数了。今天就算是当庭把我毙了，也不无辜。我之前杀过很多人，可那些人，他们都该死。不过10年前有一桩命案，如果今天我不说出来，恐怕在黄泉路上我都会觉得后悔。没想到你这种人，居然也有良知。10年前，我杀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叫穆远航。爸，老爷，爸，老爷，您来了。崔莲凤，你还我儿子命来！老爷，他怎么能这么说呢？他胡说！老爷，你不要信他的。闵大成说得清清楚楚，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孽种，你们2个一起害死远航，你要利用你们的儿子来上位，做我们穆家唯一的继承人。老爷，你不能听他胡说呀！老爷，他可以胡说，他可以血口喷人，但是我真的没想害远航少爷。老爷，我还想救远航少爷呢。老爷，闵大成的口供还在司令部，你要去看案卷吗？不，他就是个兵痞。他说的不是真的，他说的不是事实，他说的不是真的，不全是真的。老爷，你有证据吗？有证据吗？你有证据证明吗？是你让他诬陷我的吗？是你吗？崔莲凤，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我告诉你，我本打算让你偿远航的命。但是看在你在穆家10几年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但我会写一纸休书，从现在开始，你和穆家没有任何关系。爸，你不要赶妈妈走，我求你了，这一切都是穆婉清她指使的。婉婷，如果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绝饶不了他。老爷说的对，老爷已经是凯恩了。老爷是看在我跟他10几年夫妻的份上，看在我为他生儿育女的份上，老爷开恩了。生儿育女是没错，但是替谁生儿育女就不一定了。婉清，你不要颠倒是非黑白好吗？我怀的那个男孩流产了，就是老爷的，医院有证明。小产的那个确实是爸爸的，但这个女儿就不一定了。婉清，你不要在这诬陷我，你不要胡说八道。婉清，没有证据，不能胡说呀。木工，婉清小姐所言，并非没有证据。谭司令，谭某此次不请自来，实在有些失礼。只不过在人犯闵大成身上搜到了一张东西，我实在不敢隐瞒，与您有关。与我有关？木工，您还记得这女童是谁吗？照片是婉清小时候的。夫人，你也看看吧。你为什么会有我的照片？当晚闵大成冒死前回当铺，就是为了烧掉这张照片。他不曾婚娶，也没有子嗣，所以我一直好奇，这照片上一只手的女人和这孩子到底是谁？这不是婉婷，只是长得像而已。哦，是吗？那这上面的镯子怎么和您的一模一样啊？不是。陆公，您看看他，这位梁医生，您还记得吗？18年前就是他替穆夫人接生的。对，他就是为婉婷接生的梁医生。梁医生，婉婷小姐出生时是足月吗？婉婷小姐确实是足月所生。可你为什么告诉我不足8个月，让我好生照料？是夫人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这么说的。梁医生，那夫人怀孕应该是在什么时候？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当年的2月份。那也就是说，我清明回老家的时候，你已经有了身孕。不是。那我来告诉你是怎么样的。你和闵大成私通，怀了身孕，所以你才替我妈妈去守孝。婉婷，就是闵大成的女儿。妈，他们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妈？妈，你说话呀！我被你骗了这么多年呀！妈，你说话呀，妈！妈！
你终于达到目的了是吗？你终于满意了是吗？你处心积虑的回来，就想算计我，就想看到今天的我是吗？我只相信，人在做天在看，我们穆家还是有公道的。好。谭司令，今天的事还请谭司令不要对外声张。最近穆家风波不断，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您放心，这本是您的家事，是我僭越了。只不过这子嗣血脉事关重大，我实在不忍隐瞒。谭司令为我查清了事情的真相，穆某感激不尽。哎，穆公，您客气了。我主政上海，离不开您的鼎力支持，所以凡事都会为您考虑。所以这事，我一概不知，只字不提。谢谢。那穆公，您保重身体，谭某先行告辞了。老爷，看在咱俩10几年夫妻的份上，我想跟你单独谈谈。贱人，我要杀了你！哎呀，婉婷小姐，来人，你放开我！放开我！我才是穆家的大小姐，我姓穆，我才是穆家的大小姐。大小姐，婉婷小姐，拉倒！你放开我！穆婉清。其实，从我裴夫人陪嫁到这府里的第一天，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崔莲凤这辈子完了。我不甘心只做一个陪嫁的丫头，我不甘心只做没有名分的外室，我更不甘心老爷你的宠爱还有别人。我只想做穆志远的唯一太太。现在这一切都晚了，也不用这么算计，也不用再担惊受怕，过这个荣华富贵了。但是我只求你一件事，看在婉婷这10几年承欢膝下，你能不能善待她？承欢膝下，你没有脸说这4个字。我不求你疼她，你放过她，给她条活路。她是无辜的。我的远航呢？他就不无辜吗？嗯？但是远航少爷真的不是我杀的，是我曾经动过害他的心，但我也是母亲，我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老爷，我后来去救他了，但是已经晚了，是闵大成他们杀的。老爷，我求你，你让我怎么死都行，我罪该万死，我死不足惜。只要你
放过曼婷。我会送他去香港读书，但他以后不能再回上海。他和穆家从此再无干系。再无干系。再回上海只能暴露他的身份，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对他是最好的选择。老爷，您真宽容，我替婉婷谢谢您。但我的宽容是有条件的，留下你的女儿，你不能留下。醒醒！通知督军府，人犯已经伏法。是。这么多年了，我不敢走进这个房间，我怕想起远航，想起你们小时候，这个家里热热闹闹的，
开开心心的样子。现在这个家毁了，爸爸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安晴，爸爸对不起你妈妈。安晴，爸爸对不起你。爸，司令，穆小姐来电话了。她怎么了？说杀害她哥哥的凶手已经伏法，她想请您一起去法源寺还愿。要不我说您没时间？啊，不行，那地方太偏僻了，我陪她去吧。谭司令，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哥的事情未必沉冤得雪。妈妈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的。哦，对了，你跟你妈妈肯定有很多话要说，我就不进去了。也好，那你在门口等我。放心，你一出来就能看见我。那你的功劳，我和妈妈说。萧妃，请您给我时间，我一定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您知道我来了。妈，您在那边还好吗？是不是见到哥哥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崔莲凤还有当年害死哥哥的人都被我们抓住了。一定是你们在上面保佑我，让我遇到了谭司令，让我在10年后知道了真相，让这些恶人都绳之以法。都说这灯花炸裂是吉兆，妈，您是不是也很开心？妈，谭司令这个人吧，我也说不上他哪里好，但是有他在，我心里总是特别踏实。我喜欢他，但是我们2个总是忽近忽远的。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还好吗？你猜刚刚发生了什么？什么？我和妈妈说崔莲凤的事情，灯花突然一下就炸裂了。你说妈妈是不是也很高兴？这是不是吉兆？啊，当然是吉兆。我还和她说，有你在，我过得很好，让她不用担心。
走吧，我回去还有点事要办。你都帮了我这么大忙了，我晚上请你吃饭吧。啊？6点，七宝老街生煎店，不见不散。别这么看着我，我又不是阎王爷，你还没死。我知道你想死，只不过你中的是麻醉弹，所以那个闵大成已经死了。你是想问我为什么不杀你是吗？很简单，我杀了你，不就如愿以偿了吗？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你隐瞒了杀死穆远航的真相，还不惜献出生命表忠心，是有求于徐伯俊吧？哦，对了，崔莲凤的那条凤凰高飞的手绢，不是送给崔姐的，是送给你的。意思是让你顾念穆婉婷的前程。这穆婉婷是你女儿吗？拿好，谢谢。真行。哎，坐好啊。等我一下啊，我去买包烟。老板，给我一壶酒。好嘞。谢谢。来，慢用啊。老板，再来一份生煎。好，稍等。先过去了啊。师傅，老板，下次来。好。看你这个不行啊，来这个。看来他是不会来了。农夫，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靠近，更不能让人知道。好，知道。司令，这都快7点了，您忘了穆小姐还约了您一块吃饭呢。快走，快走。好。快点，快点。有了。是吗？啊。这里有人了。是我，谭玄莲，你让我来的。真的是你啊！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怎么会？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因为我今天高兴啊！如果不是你，我妈妈和哥哥的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谢谢你。来，我敬你。哎，走，你喝多了，回家啊。没醉。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吃饭吗？为什么？因为这是我最爱的生煎包铺子。小时候妈妈总带我和哥哥来，这是我们3个人的秘密基地。
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就没有人陪我了。别多想，没关系，以后有我在，我陪你。你还说陪我，你都迟到了。对不起，我是有事耽搁了，以后不会了，对不起。那我要罚你。罚我什么？罚你陪我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现在？太晚了，我送你回家好吗？儿子，开车，我们去蛇山。这么晚了，去蛇山干什么？去看上海最美的夜景啊！山上冷，我们回家好不好？不回。婉清，别闹了，听话。这车是我的，你得听我的。车是你的，但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必须得陪我去。什么朋友？我才不想当你朋友。那我自己走着去。哎，婉清。好，我陪你去。谭四，开车。还是睡着了可爱些。开稳点儿，会不会开车？司令，这路坑坑洼洼，那又不是我的问题。你要实在觉得怕婉清小姐磕着碰着，那你最好还是让她自己靠在椅背上。行，你开慢点啊。哇，司令，嘘。哦。哎，婉清。哎，婉清。我们慢点儿。我们到了。你看，上海都在这儿了。那是海关大楼，那是汇丰银行工部区，还有外白渡桥。哎，外白渡桥。哎，你小心点，别摔下去。外白渡桥。上海。这里就是我的家。上海，我回来了！妈妈，哥哥。
我回来了。婉清，你看啊，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谢谢你。谢我干什么？我2次喝醉酒，都是你陪着我。那，你这一次不会又把我当成徐光耀了吧？又？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徐光耀了？你看你都忘记了，上次你被人下了药，喝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是像这样吗？你上次也是这样子，都傻了。我就知道你是知道的。你说。你这样坐了1夜啊？我可不敢睡，万一睡着了，被占便宜怎么办？占了便宜就想走啊？谁占你便宜啊？那昨天晚上我们都当着全上海的面儿亲了，想反悔啊？那你想干嘛？一辈子陪你吃生煎，看夜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是那种关系啦。哪种关系啊？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的关系呗。谁要和你一起睡觉？怎么，亲都亲了，不想承认吗？嗯？那你去我家向我爸爸提亲好不好？只要爸爸同意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爸爸同意的。婉清，我现在还不能去你家提亲。为什么？
生气了？没有啊。没生气怎么不说话？我不想自作多情。谁说你自作多情了？我一个女孩子，舔着脸让你去我家求亲，你说你不去，去不了，还不告诉我为什么？那就算是合作伙伴，也应该坦诚相待啊。是，我能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停车！哎，婉清，婉清，婉清，你先上车吧，你穿高跟鞋呢。你别管我。哎，你听我解释。那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该告诉我的时候？连我你都不能坦诚相待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能相信的人吗？如果连我你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哎，婉清，放开！婉清，你听我说。放开！放下来！上车。婉清，你听我解释啊。你仔细想想，我瞒的你哪件事儿，哪个不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我让穆婉婷去当徐光耀的秘书，我事先也瞒着你了，但最后呢？最后赢家不还是你吗？我承认，我对你来说不是透明的，只是我不告诉你是有我的原因。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信任我。真正的信任，不是束缚对方，而是毫无猜忌，即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也依然愿意相信。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暂时不宜去提起。但是我心里早就认定你了。我们漂泊10年才遇到彼此，我真的很珍惜，所以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能等。谢谢你。等事情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在此之前，你不能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好吗？好，我信你。但是，既然你还有事情要办，那你昨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啊？是谁先着急的呀？我喝多了呀，而且我也没有经验。那我也没经验啊。我才不信！我也就是说说，不然也不能2次被你占便宜。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嗯。好，上车吧。婉婷小姐，老爷吩咐我们送你去码头。爸爸都不愿意再见我一次吗？老爷说了，此生父女缘分已尽，不再相见了。请。谢谢。多保重吧。嗯。挂。
穆小姐，会长跟我们打过招呼，让我们安排您上船。好。请。这边。你好。OK。请走这边吧。穆小姐。司令，行，去吧。什么眼神？有屁放！司令，你跟穆小姐是真的吗？废话，当然真的。你俩不是一见面就掐吗？你俩什么时候搞上的？啊不，好上的。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你坏了我的大事。放心，我明白，你这是金屋藏娇，地下情，见不得人的。你放心，我绝对一个字都不说。你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滚蛋！喂？什么？好，马上去，配车。司令，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医院给徐光耀办手续吗？光耀哥上午要输液，我下午去就好了。哦。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又没有请成，要不我今天补请你啊？昨天虽然没有吃晚饭，但是夜宵我吃了呀。我们昨天没吃夜宵啊。你再想想。你下边等着吧。婉清，我得走了，你乖乖等我，好吗？嗯。走了，等我。走了。
在干什么？我要是不派人盯着你了，你早就淹死了。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害你吗？你跟我走，去见一个人。你应该见见他。关门。您那好，谢谢。卖报，卖报，谢谢。卖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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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哎，先把自己饿死。哎呀，我是饿得不行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为了自己女儿的前程，甘愿付出生命。只可惜啊，这崔莲凤畏罪自杀。您那位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的宝贝女儿，也被穆公赶出了穆家。怎么，不信啊？哎呀，这个时候，穆婉婷应该是在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上，可是在她上船的时候，却被人故意推进海里。你说这个事儿会是谁做的呢？婉婷她怎么样？别着急，别着急啊，算她命大，被民团的兄弟给救了。哎呀，这穆家对外公布崔莲凤暴病而亡。至于穆婉婷的身世，至今绝口不提。除了穆家的人，只有参与过审讯的我和徐伯钧知道此事。你说，是谁会对落了难的姑娘赶尽杀绝呢？徐伯钧，他答应过我，说要把婉婷娶进督军府去的，还说会亲自去提亲。是啊，那是因为当年穆婉婷的身份并未暴露，徐伯钧对付革命军也需要穆家的支持，有你没你啊，他都会去向穆家提亲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穆婉婷的身份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有心人顺藤摸瓜地查明了当时的真相，那对他来说可是一个大危险啊！所以，当然会除之后快了。他耍我！嗨，10年前你就应该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骗得了穆致远，也骗过罗督军。你一个小小的帮会老板，算得了什么呀？好了，穆婉婷落水受到了惊吓，我已经让军中的女眷给她换了一身干衣服，而且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把穆远航之死的真相告诉我，穆婉婷，我就可以给她安全的送往香港。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我要见婉婷，我想见见她。如你所愿。谢谢。
谭司令，能不能让我和婉婷单独待一会儿？婉婷啊，我听说了，谭司令要送你去香港，那里你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的，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哦，对了，我那儿有几个朋友，我给他们写了封信，你去找他们。他们会照顾你的。不必了，我对你那些狐朋狗友没兴趣。婉婷，你是不是心里还怨我？怨你？我根本不是怨，我是恨你！我恨你为什么突然出现，为什么害死我妈，为什么要夺走我的一切？我还不如一头淹死算了，一了百了。你居然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你得活着。对，我是没资格打你，我这一巴掌是替你娘打的。你可以不在乎我的性命，但你不能不在乎你娘的性命。她是拼了自己的性命，才给了你这条生路的。那我能怎么办？我现在失去的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婉婷，婉婷，我知道我不是个好父亲，可是我今天见到你，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我都是为了你啊！你知道吗？我巴结徐怒君，为他做了很多坏事，就是想让你有一个好的前程。我希望你能够嫁到督军府里去。可事到如今，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挽不回所有的一切。婉婷，我只求你能够好好的活着，为了你娘，为了我，都要好好的活下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只有活着，才可以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对，婉婷，来，起来，来，快起来，地上凉，起来。婉婷，你可能就要走了，能不能叫我一声爸爸？啊？不，
你根本没资格当我爸爸。婉婷！一片忠心，却所托非人，后悔吗？难道这就是人生？人生在世，就该愿赌服输。至少你还没死，你应该庆幸。这一切，我认了。你还有还手的机会。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保证送婉婷去香港？说到做到。好。到底怎么了？害死你哥哥的凶手另有其人。10年前，徐伯钧与罗督军争夺上海的控制权。罗督军因为辎重被劫了，他想退守穆家码头运送弹药，但是穆家一直与徐伯钧交好，所以不肯借码头给他用。军情紧急，罗督军便派人假冒绑匪，绑架了穆远航，并将他关在了码头的仓库里。罗督军以解救穆少爷为由，派兵占领了码头。当时穆志远在外地运货，萧夫人也是救子心切，所以便答应了他，让他用穆家的码头来运弹药，包围整个码头。也就在那个时候，崔连凤来找了我。他说肚子里怀了我的骨肉，说只要我能够帮着把穆少爷灭口了，那穆婉婷就可以回到穆家。如果将来他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话，变成了穆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我当时虽然答应了他，可我心里真的很犹豫。谁知道，没等我下手，徐伯钧就动用火炮，开始轰炸码头了。然后把穆少爷藏身的那个码头给轰平了。穆少爷也当场身亡了。徐伯钧的副官徐远来找我，他说罗督军经此一战，已经失去了势力。罗督军现在大势已去，只要你一口咬定穆远航的死就是他罗督军所为，我们徐督军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你可得想清楚了。我当时昏了头，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就答应了。在徐伯钧的授意下，我趁乱进入了已经被炸毁的仓库，找到了穆远航的尸首，并且在他的胸口又补了2枪。
而且我把他的手表向后拨了2个小时。罗督军战败退兵，徐伯钧终于占领了上海。双方因为穆少爷的死而纠缠不清，对簿公堂。穆少爷尸体被炸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当时没有什么目击证人，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京市警察厅在穆少爷的身上发现了2处弹孔，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穆少爷的手表却是因为轰炸停在了下午3点钟。警察厅因此判断，轰炸是穆少爷死亡后2小时以后发生的。最后这件案子被判为罗督军撕票在先，徐伯钧轰炸码头在后。罗督军也因为撕票杀人而罪名得到了落实，失去了他在北京政府的所有头衔，而他的官职也都被徐伯钧给代替了。徐伯钧也知道，如果你母亲帮助罗督军运来了弹药，那胜负就变得未尝可知了。成王败寇，一念之差，所以他抓住罗督军弹尽粮绝的机会，选择了舍弃你哥哥的性命。婉清，我这儿虽然还有一个证物，但是我们今天不看了。关于我哥哥的证我都要看。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仓库对面拍黄浦江的时候留下的，他刚好记录了徐伯钧轰炸仓库时的情景。当时我怕节外生枝，所以就出钱把这段胶卷买了下来，这也让我无意之中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穆远航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他的手表却停摆在3点钟，是被我调后了2小时。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判定穆远航是在徐伯钧轰炸之前就被人撕票杀害了。但是现在这段胶卷刚好记录下了徐伯钧轰炸仓库的时候，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正好赶上进港。我也调查过了，这个山东丸号它是固定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1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基本上都是下午1点钟左右到达上海。这也可以充分证明穆远航死亡的时间，徐伯钧他正在轰炸仓库。这份胶卷被你保存在租界银行的保险箱内10年，你应该知道它的分量。那你为什么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把它拿出来威胁徐伯钧，保住自己的命呢？这一点也正是我想提醒你的。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份证据，你就可以扳倒徐伯钧。我告诉你，就凭你一个上海司令的身份，你做不到的。那如果我说我能做到，你敢不敢站出来指证徐伯钧？玄莲，没事。犹豫什么呢？徐伯钧还不知道穆婉婷没死呢。只要徐伯钧在位1天，穆婉婷就只能漂泊在外。如果扳倒了徐伯钧，这儿就是我的地盘了，那穆婉婷还有可能回来。你难道不想再见到她吗？好，我可以答应你。反正我已经是死过1次的人了，我出庭作证。
这10年来，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婉清，在徐伯君眼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他跟你爸爸交好，只不过是贪图穆家的财力。他就是个畜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知道真相。傻瓜，我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我还会替你讨回公道。可他是徐伯君啊，你这是鸡蛋碰石头。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我是怕徐伯君起疑心。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君，会牵连到我，会牵连到穆家。如果赢了，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如果输了，你就一个人承担，让我全身而退。婉清，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所以你说的一辈子，是赢了才有一辈子，输了就没有了，对吗？我如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我宁愿不要。傻瓜，你放心，我一定会扳倒徐伯君，我也一定会向穆家提亲，说好了一辈子，一天都不会少，啊！爸。哦，婉清，我听穆管家都说了，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好，说说你的法子。现在日本人高买低卖，想抢我们的生意。依我看，我们不如放弃棉纱贸易，把生意都让给他们。你的意思是以退为进？是。如果我们放弃棉纱贸易，那我们的客户自然会去找价格最低的棉纱。那如果他们都买日本人的棉纱，那他们这高进低卖的把戏还能玩多久？就算是金山银山，也耗尽了呀。问题是我们的工厂得停工啊，工厂停工的损失那可是巨大的。我们用不着停工，我们只是把生产出来的棉纱先囤积起来，等他们的钱花完了，棉纱供应不上来了，我们就马上占领市场，反败为胜。是个不错的办法，可唯一的风险是，我们不知道日本人能够撑多久啊。我相信他们撑不了多久，像他们这样烧钱占市场，肯定会节省一切内部开支，那必定会克扣工人的工钱。之前在天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工人们引发了罢工，
但天津是日租界，所以日本军队给平息下来了。但是在上海就不一样了，在上海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范强，看不出来，你还是一块经商的好材料。婉清，爸，您找我。快来，婉清，坐。婉清，你判断的不错，日本人果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垮得比我想象的还快，可见对工人的剥削到了什么程度。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婉清，你没做过生意，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我之前在日本就学完了经济学，后来又在东京的期货交易所实习过，所以像他们这种急功近利的手段，我见得太多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要是忘了买卖的本质是赚钱，不愿意稳扎稳打的经营，那失败是早晚的事情。你才20岁，就修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我是16岁的时候被大学特招的。婉清，这些事情为什么没告诉爸爸呢？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寄人篱下，就不太好意思开口。来，婉清，坐过来。婉清，你是爸爸的女儿，怎么会是寄人篱下呢？爸爸知道，这些年欠你和妈妈的太多，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买后悔药的。爸爸现在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你是爸爸唯一的亲人。爸爸希望你能够帮穆家打理生意，穆家的将来全靠你了。爸，你也操劳大半辈子了，我这个做女儿的也是时候分担了。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可如果要是帮爸爸打理生意，要不要和光耀先通个气？你毕竟是光耀的私人秘书。我觉得我要是接手了穆家的生意，还是辞去秘书的职位比较好。为什么？现在上海主事的是谭司令，爸你也知道，徐督军一直对谭司令有防备，派光耀哥去当督办也是为了盯着他。那如果我接手了穆家的生意，难免会和谭司令经常打交道，我怕引起督军府的猜疑。这样的话，倒是让你两头为难了。所以不如我主动辞职，置身于他们的纷争之外。做生意嘛，就得不偏不倚。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啊，爸爸都没想到这一层。我身上流着爸爸的血，当然是跟您学的呀。哦，那爸，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想必日本商会的那个山下会长，现在正在往工部局我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呢。爸爸留在家里呢，就是不想接他的电话。看来爸爸是已经有主意了。婉清，如果让你来决定，你会怎么做？现在日本的交易量这么大，但是他们克扣工人，闹出了人命。如果我们现在能给出一个公道的薪水，那谁还会去他们那儿工作？他们没有人可以用，又怎么跟我们竞争呢？兵法上说，锐气务工，击其惰归。在他们锋芒毕露的时候，避其锋芒，但现在他们出了事，我们必须一举击垮。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和爸爸想到一起了。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日本商会大楼，给他们最后一击。走。和穆职员约好了吗？他不在办公室，
没有人接电话。那他能在哪儿呢？穆老板怎么来了？开酒，見てください。穆老板，你不会是来劝我们的吧？是，没错，我确实是来劝你们的。穆老板，你可什么都别说了。这些日本人要是不把杀人凶手交出来，不道歉赔偿，我们是肯定不会走的。对，赔偿，对，赔偿。这位大哥，你先别着急，我爸爸是来劝你们的，但我爸爸是来劝大家加入我们穆家纱厂的。我听说穆家纱厂早就没生意了，生意早让人抢光了。各位，只要你们敢来，我保证每个月给你们30块大洋的薪水。穆小姐，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只要大家信得过我，就来我们穆家棉纱总厂签团契。我穆晚清白纸黑字保证每个月30块。就算棉纱市场不景气，我们还有仓库，还有码头，还有船运公司可以养你们。好，穆小姐，那我们死难的兄弟怎么办？他们日本商会就要逃离罪责吗？这位大哥是个汉子，讲义气。我穆晚清也是个讲义气的人，只要你们签了团契，就是我穆家的人。爸爸会以华商总会的名义和日本商会进行交涉。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看来穆志远这次是不会给我们留余地了。他以为拉拢几个工人，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吗？会長の意味は？现在我们的洋商在沪上经营得很好，沪上很多大佬都想入股赚一笔。我就不信，谭玄林这个新任的上海司令，竟然不动心。可他毕竟是江城谭家的人，那当年的事情，没关系。中国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想会会他，探探他的口风。晚清，你真的想好了吗？想当初我们也是费力翻波折才来这儿上的班，这段时间我们配合的也很好。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辞职？光耀哥，谢谢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但现在家里不是发生了巨变吗？爸爸希望我能打理穆家的产业，我这个做女儿的也该尽孝了。晚清，我怎么觉得这2天你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在医院我对你说的话，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当然不是啊，但我已经想好了，你就不用再劝我了。我家的老宅子也快修好了，现在你又辞职，我以后是不是很难见到你了？我们这不是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没有天天见面很正常。好吧，看来你心意已定，那就听你的。只是以后碰到事情，可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哥哥，好吗？好，那我先走了，爸爸还在等我。
我的亲哥哥，10年前死于你父亲之手，而你却像亲哥哥一样对待我。我不想让仇恨伤害到你，光耀哥，对不起，我只能选择离开。我谭某和日本商会素无来往，不知道这次所谓何事啊？谭司令，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是代表所有日本商人的利益，一向以和为贵，恪守生意人的本分，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谁说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这是诽谤，你可以告他们的。既然谭司令也认为我们是守规矩的，那不知谭司令对近日我们与穆家的风波如何看待啊？我呀是个行伍之人，不懂生意。谭司令，有时候旁观者清，我想请您给评评理。但说无妨。我们的洋纱又好又便宜，市场销路很好，这确实影响了一些土纱厂的经营。但是做生意嘛，就是大浪淘沙，要想不被市场淘汰，就要不断进步，与市场保持一致。你说对吗？有道理。但是穆家却不肯改良自己的技术，恶意与我们竞争，煽动工人闹事，扰乱市场的价格，挖我们的墙角。即便穆家是上海的大亨，我们是外来的，但是市场是平等的。如此排外，恶意搞垮物美价廉的洋纱厂，这是让上海所有的老百姓都得不到实惠啊！穆家这次做的确实过了，但是山下先生，这棉纱的生意呢，我不太懂，而且不归我们司令部管，所以我也是爱莫能助啊。谭司令，我此次来找您，是有一笔生意想和您一块儿做。山下先生，你有什么生意可以跟我做啊？不瞒您说，此次办洋纱厂，沪上很多大佬都已经入了股的，但是穆家坏了规矩，洋纱厂现在办不成了。但是我不能失信。我想从青岛运洋纱到上海来售卖，算起成本，要比自己建纱厂还划算。但是这上海毕竟是谭司令的地盘，所有港口码头都由谭司令的民团把守。我想请谭司令开个绿灯，让我们畅通无阻。当然，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你的意思是，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我就有钱赚，对吗？谭司令果然是聪明人，一点就透。好，这有钱不赚是傻子。你尽管运，你运得越多，我就赚得越多。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了。谭司令，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慢点啊！啊，好。山下先生，司令让我们过来帮您卸货。长官，这一车的货我们已经快装完了，就不麻烦你们了。啊，原来你们只有2车货呀！哎呀，司令还特意让我们腾了一个大仓库过来给您放货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连个角落也放不满。嗨，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批货，小试牛刀。我们还会增加的。谭司令的大仓库对我们是非常的有用的。行，
那如果以后有需要，你就招呼我，我带兄弟们过来帮忙。替我谢谢谭司令，也谢谢你这位小长官了。山下先生，那我们先走了。来马齐了。婉清，爸，还没睡啊？不还是沙场的事吗？算了，太晚了，早点回去睡觉。怎么抽了这么多烟啊？他们的沙场不是办不成了吗？咱们挖了山下纯一的墙角，让他们的工厂不能生产。他们呢，就利用日本商会从青岛进了大批的劣质洋纱。咱们的棉纱要想卖出去，就得和他们一个价。之前咱们答应工人月薪30块不变，每卖出一批亏2块大洋。如果是短期维持，没有问题；要长此以往，会把咱们穆家给拖垮的。如果不让山下纯一从青岛运洋纱，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他们是正常渠道进来的，又不违法，我们有什么办法？如果我们请谭司令出马呢？事情是不是就能解决？你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告诉我？我是知道啊。用山下会长的话说，我还是大股东呢。听说这洋纱销路特别好，我能大赚一笔。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又在搞什么名堂？我这是为了帮你啊！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相信我，我这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以后关系到我穆家的事情，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你不会生我气了吧？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山下纯一啊？你听，这会儿他正在骂我呢。他那个人诡计多端，知道你使坏，肯定还背有一手，你要小心一点啊。放心吧，我的穆大小姐，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过来，好，往哪？这绑紧了吗？肖长官，今天我们的会长特意加派了人手，这一船的货很快就装完了，就不麻烦你们了。来，接着。你们这是做什么？谁允许你们在码头卸货的？有通行证吗？通行证？这是谭司令亲口答应的货，谭司令不是都把仓库准备好了吗？这怎么还需要通行证呢？仓库是准备好了，但是从码头到仓库的这段路需要通行证。没有啊？那不好意思了。把所有的货全部扣下，拉回司令部。哎，等一下，等一下，小兄弟，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从码头到仓库还需要通行证的呀。那你今天就见识见识吧。这个是谭司令的货，谭司令是有股份的，难道你们就不需要请示一下吗？谭司令更应该以身作则，照章办事。拉走！哎，小兄弟，你这不能说扣就扣啊，这个是谭司令亲口允许的呀。那你去找谭司令啊，谁答应你的，你找谁啊？你跟我说不着。走。司令，山下先生到了。哎呀，山下先生，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请坐，请坐。谭司令，我刚刚运到码头的一船棉纱被你的手下给扣了，说是从码头到仓库要办通行证。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说法？山下先生，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我之前没跟您说，现在办也来得及的。怎么个办法？简单，这个一车一证，一证5000大洋。谭司令，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你的吃相，未免是不是有些太难看了？哎呀，山下先生，之前说过的，我只要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就给我钱啊。没错，我是说过，但是首先你得让我赚钱。如果我赔了钱，我怎么给你分红？你一车收我5000块，你作为股东，怎么会分到钱呢？山下先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呢就是一马匪出身，不懂经商的，我就是想赚快钱。你说我就是怕你啊，这会出现问题，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办法。我是觉得，你们每运一船棉纱，就把该给我的钱给我，之后不管你们卖不卖得出去，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赚的是旱涝保收的钱啊。谭司令，你这么做未免也太霸道了。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经营多年，政商界的大佬也合作过不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提出要求。他们不敢提，我就不能提了吗？那山下先生既然这么看重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呀？谭司令，我看啊，你并不是真心想与我们合作，而是想趁机讹诈。哎呀，山下先生，我收你的钱是有道理的。你想想啊，你们的船每天都要停靠在这16铺码头，那这棉纱装货卸货，那灰尘满天，弄得我这个码头都是乌烟瘴气的。还有，你们那个船是烧煤的，那弄得我这黄浦江都浑得不行了。我收你点钱不过分吧？这样，我们各退一步。我们答应办通行证，一车500块，如何？山下先生，这个价钱不是这么看的，你打发叫花子呢？我知道你们日本人有的是钱，你们那商会大楼盖的比我们这司令部可高级多了，这点钱小意思。哼，我们即便有钱，也不能成为被你敲诈勒索的对象。谭司令贵为上海司令，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我当然明白，我就是按规矩办的事，这就是我的规矩啊。好，我明白了。原来谭司令表面上与我们合作，实际上和穆家是一头的。哎，山下先生，谁给我钱，我跟谁一头。你只要每车给我5000大洋，我立马跟你一头。你就不怕我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吗？去吧，反正他们也不管我，我也没办法呀。要是我不出这笔钱呢？哎呀，不出这个钱，好办，你来多少我扣多少。我部队人多，需要用到棉纱的地方也多的是。再不行，我还可以卖出去，换点军饷，里外都不吃亏呀。好，那我们就看一看，最后到底是谁吃亏。再会。哎，山下先生，慢走啊！司令，我看您把山下先生气得够呛。哼，我这是给他留着面子呢。这要是闹得太大，不太好收场，不然我今天能给他气死在这儿。要说气人的功夫，那您是一等一的。